小白学习量化交易 MT500。大家好，我是阿勾力。上一个视频我们介绍了油管博主 Forex Signals 分享的自己使用的5分钟波头皮交易策略的细节。我们今天就开始正式的编写相关的代码。建议大家开始 coding 之前看完第一个视频，方便理解。在开始之前，我先回答一些观众的一个困惑。就是如何实现 EA 在回测和未来上线的环境中运行保持一致。要做到这一点，那你一定要在 OnTick 方法之前，就是所有的做单逻辑之前加上这个方法，这很重要，重要到我一两句话也解释不清楚。它实现起来很简单，无非就是多加个方法，但是背后的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涉及到外汇服务商的报价方式啊。这个需要我后面详细出视频讲这一点。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你的回测就毫无意义。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中文区的博主都不讲这个事情，甚至我之前参加过的一些收费的还很贵的一些社群，也不曾讲过这一点。你要说他们不知道，那也不太可能。但是那些老外的视频博主就很重视这种细节，他们会讲，挺有意思啊。OK，让我们打开编辑器开始编写吧。老规矩新建一个 EA 的模板，我们给它取一个名字，这是第7课。我的命名方式基本上就是这个策略里面用到什么一些特征我就给它总结一下，用作这个名字。你们可以用其他随便什么名字都可以还是我把它这个精简成我自己喜欢的这种代码格式好，上来我们先把我刚才说的必须要加的那个方法加上，就是这一段代码，它的作用就是在每根 bar 的 open price 上执行一次，并且每根 bar 只执行这么一次。然后我们把可能后面需要用到的包导一下，一个 trader 做交易的 position info 持仓的 indicator 指标的 deal，历史持仓的 symbol info 就是我们目前交易品种的，然后把它们声明一个对象，声明一个变量，然后还是 magic number 必须要有的 EA 的唯一编码，相当于是它的身份证。我们先编写一下，应该不会有什么错吧？这里有 current time，没有，我们给它补上，就是当前时间周期，也就是做单的周期我们这里这个策略原博主是分享的，5分钟，5分钟上，编译一下 ，OK，没有问题，都是正确的。我们这里选5分钟。然后我们回忆一下这个策略的内容，首先就是确认的趋势的方向，有2个条件，一个就是空头排列或者是多头排列，它需要2个 EMA， 原博主的意思是8 EMA 和21 EMA， 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收盘价。针对于空头来说，收盘价超过慢线之上不做单，也就是收盘价必须要在这个21 EMA 下方。针对于多头的话，就是收盘价必须要在慢线21 EMA 的上方。好，就这2个条件。那我们先把这2个快线和慢线的参数输进来。对，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周期。原博主的意思是 H1在 H1上确定，我们不一定是要 H1，我们把它
作为一个可以优化的参数放在这里。第一个就是大趋势的时间周期，我们这里选择默认的是 H1 1小时，然后就是大趋势的快线，也就是8 EMA， 大趋势的慢线21 EMA。这里声明了2个输入的参数，然后我还要加的是这个设置，就是否在屏幕上显示调试信息，这个我们待会儿会用到。我们先把大趋势的巨饼还有它的宿主声明一下。Trend Faster MA Handler， 这是针对于这个大趋势快线的巨饼，这个是针对于这个 buffer 是针对于 Handler 的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宿主，这是快线的，然后还有慢线的，跟它是一样的。这个声明完成之后，我们还需要创建一个巨饼，在 onInit 方法之前，也就是初始化方法之前，创建巨饼。这里的参数，按 F1 看一下官方的解释，方便你们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交易品种的名称，第二个就是时间周期。我们这里的时间周期就是这个 Trend MA Time Frame。下一个就是平均周期，它的意思就是你均线的作用在什么长度上的均线。我们这里就是 Trend Faster MA Period， 就是8嘛，然后这个慢线就用的是21。后面这个 Shift 意思就是你从哪一根开始算起，我们就是从第0根把开始算起。然后就是 MA method， 你要用什么方法？你这里你可以用SMA， 也可以用 EMA， 它有很多啊，还有这个什么 LWMA、SMMA， 我们这里就是用的 EMA。剩下就是你作用在什么价格类型上，我们就是用的 price 的 close 来计算。这就是获取指标巨饼。获取完巨饼之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它的时序啊设置为倒序，然后还需要加的是一个条件是这个 trade set magic number， 就是把我们这个 magic number 绑定到我们这个 trade 交易类的对象上面去，方便我后面做交易的时候去使用。然后这一串代码的目的是修改这个回测期间我们的这个 K 线的颜色，包括网格的颜色、背景的颜色。我这里是针对我自己的一种习惯吧，把它改一下。你们可以不加这个啊，可以不加这个，因为我要做视频，要让图表显得清晰啊，所以这是我用的一种配色的方式。好，这是 onInit 方法。对，然后就是 onTake 方法的内容了。我们这里创建了指标巨饼之后，
但是你这只是创建，创建之后，我们这个数组 buffer 里面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需要使用这个，使用 MT5的这个 copy buffer 方法，这个 copy buffer 方法来将我们的这个，指标里面或者是图表里面的数据，就是指标里面的数据复制到我们这个 buffer 数组里面，方便我们使用。它的条件啊，它的传参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就是 under 传入指标的距柄，我们这快线慢线的距柄，在之前这就是声明好了，做了初始化的，我们这里就传进来。然后 D， 然后这个 buffer number， 这个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指标啊，当然我们这里的 MA 的话，这个指标通常来说它的值只有一个。但是如果你说，你使用的是，布林指标吧，布林带，布林带我们知道它有几个数值啊？它不像 MA 这种单个的数值，它是有上轨、下轨、中轨这3个数值的。那么这个参数就是用来让我们区别它取的具体是哪一个数值。比如说上轨，我们这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上轨是1，我们这里就写1，中轨是2，我们就选2，下轨是3就写3。因为我们这里 MA 只有一个的话，我们就传入0就可以了。然后这2个参数代表的是 start position 和 count， 就是说你是从什么位置开始获取的？因为我们这里设置了这个时序是倒序嘛。那就是说0就代表是最新的这一根 K 的值，然后我们获取几个呢？我们这里就写2，获取2个就可以了。你这个多写也无所谓，你写20、200、2000都可以，但是你最好就是说你需要多少你就获取多少，不然的话你写多了，你肯定要占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的资源，导致我们回测就变慢了。这个参数就是复制的目标数组，就是一个 buffer，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地方声明的这2个 buffer 传入进来就可以了。传入进来之后，执行这行代码之后，指标里面的数值就已经放在这个数组里边了。好，我们继续。我们先写一个方法，来实现我们这张图的里面的内容，也就是获取大趋势的方向。获取大趋势的方向。我们用一个 int 的数值来代表我们的方向。如果是0代表的话就是没有方向，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的是多头，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的是空头，我们默认是没有方向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啊，我们总结一下。第一个条件是多头排列或者是空头排列。体现在代码上就是说8EMA 要小于21EMA，或者说8EMA 要大于21EMA。然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我们的收盘价针对于空头来说要在21EMA 之下，针对于多头来说收盘价要在21EMA 之上，就这2个条件。那么我们就先把这个 close 价格获取出来，就用这个 iClose 方法。
第一个参数是传入交易品种，第二个是传入时间周期，第三个就是获取哪一根 K 的。我们当前 K 的，也就是这里如果传0的话，就是当前 K； 1的话就是当前 K 往前倒一根 K。那么当前 K 的收盘价肯定它还没走完呢，是吧？那我们唯一能确定收盘价走完的就是前一根，所以我们就获取前一根的收盘价。然后就是 trend faster MA buffer 大于 trend slow MA buffer，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快线在我们的慢线之上，并且我们的收盘价格，也就是当前价格，把它当做当前价格来看，也是在慢线之上的，这就满足于我们这个多头的方向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就给这个 result 的结果赋值为1。这个代表的就是说，我们的快线在慢线之下，当前价格也在慢线之下，所以这就满足我们空头的一个趋势方向的一个条件。我们把它赋值为-1，代表空头。OK， 我们这个趋势方向的方法就写完了。写完成之后，我们把它在屏幕上，在我们 K 线图表上打印一下。首先是获取，调用一下这个方法获取到我们这个结果，然后我们打印一些调试信息到我们这个屏幕上。第一个我们打印的是这个快线，快线的 EMA 的值是多少？注意这里都是用的1啊，也就是获取前一根，获取当前这一根没有意义啊，要获取前一根，因为当前这根坑还没有走完，我们就获取前一根。这是快线的，这是慢线的。这个 trend 就是我们这里获取到的方法。这里我用的是一个3元表达式啊。我给你写一下吧，3元表达式。如果不理解的话，自己去网上搜索一下，其实就是一个 if 的简写的方式。就说 if 这个 trend 趋势等于1的话，就代表多；if trend 等于-1的话，就代表了空。除此之外，其他的就代表了是没有方向。然后我们把它显示在屏幕上。这个 display debug info screen 就是我们刚才在这里声明的这个变量，就是是否显示调试信息。它这里还有一个调试信息的颜色文字颜色配置。就是说，如果这个为 true 的话，就代表我们是要显示调试信息的。上线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设置为 false 啊，就不要它也可以，不影响我们的做单逻辑。好，我们把这个方法再写一下，是否显示调试信息的，我们把它全部都粘过来，因为这个东西这个方法是固定的啊。我之前讲那个 RSI 加马丁格尔那个 EA 的时候也用过，也用到了这个方法。你们用的话，基本上就把这个粘过去，任意放在随便哪一个 EA 里面都是这么用的，都可以这么用。所以我就不详细去讲它了啊。对，我们编译一下看看。OK， 0 errors， 0 warnings， 没有异常。我们运行一下。哎呦，有点问题啊。
看一下，这里没有改啊，这里改由3个的话就改为3个，再编一下，运行。OK， 好了。首先，这里满足做多条件。我们看这里的快线，这里的快线是指的 H1的，快线是140.47，慢线是140.41。我们看一下，140点前一根啊，140.47差不多，140.41差不多对着的。包括我们肉眼一看啊，这也是一个多头排列嘛。这里大趋势方向就是多。再运行一个空看一下，这里是空，看一下，对，这肉眼一看，这就是走向空头了。好，没问题，大趋势方向的逻辑没问题。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内容。大趋势方向多头排列，价格在慢线之上，然后 M5 均线多头排列。下一个要实现的内容就是小级别的均线的方向。小级别这里均线是用的3根 EMA，分别是8、13还有21。这个数值也是原作者的意思啊，这个我们可以放在 EA 里面，让程序自己去优化，自己去跑一下，看看具体是哪3根比较合适。好，我们下面再实现一下这个小级别的趋势方向的判定，那就跟这个大级别其实是大差不差的啊。不过小级别有3根 EMA， 首先是当前时间周期5分钟，然后快线8，中线13，慢线21。先声明3个外部可以优化的参数。下一步是创建什么呢？就是创建我们的距比，跟这里是一样的。创建距比，快线的距比，快线的数组，中线的距比，中线的数组，慢线的距比，慢线的数组。然后声明完距比之后，我们就需要给这个距比填充具体的内容。跟这个快线其实也大差不差，还是用的 IMA 这个方法来获取，也是 EMA 啊。然后记得把这里的参数要跟这里对应上，快线、中线、慢线。然后也是同样的，时序上要设置为倒序，然后这里也是同样的，需要使用这个 copy buffer 来把具体的指标的值传入 OPY， 传入到我们的这个 buffer 里面，快的、中的、慢的。OK， 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我们需要获取当前的小级别的趋势方向，那我们就需要这么一个方法，也在这里。同样的，跟大级别趋势方向的判定很类似，它是判定的是当前趋势信息。
同样的，我们先声明一个结果，然后把这个结果返回出去。RESU27 这个0呢就代表当前趋势，这里特指5分钟，5分钟趋势为0的话就代表没有方向，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多头排列，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空头排列，默认是0。我们看一下这个图啊，小级别的方向判定比较简单啊，它就是3根 K 线，呈多头排列，就是意思就是说，快线大于中线大于慢线，就代表的是多头方向。如果这个快线小于中线，中线小于慢线，就代表的是空头排列。很简单，我们写一下。这里的快线大于中线，中线按的符号，这是中线大于慢线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 result 赋值为1，代表的是多头。然后这个快线小于中线，中线小于慢线，就代表的是空头排列，我们就把它赋值为-1。好，这就是当前趋势信息的判定。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一个调用，先编译一下看看，没毛病。编译一下之后，我们把这个打印一下，还是打印一下。当前趋势的快线，也就是这个 faster MA 的值，medium MA 的值，slow MA 的值，把它打印一下。打印一下之后，然后再把当前趋势的方向判定一下。我们这里获得的这个 current trend 啊，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为多头，当前趋势为多头；如果是-1的话，就代表当前趋势为空头。其余的就是没有方向。编译一下。对，我们再把这个条件加上嘛，就是总体的做单方向，我们给它判定一下。总体做单方向需要满足2个条件，一个就是大趋势如果是多头，并且当前趋势也就小趋势也是为多头，那么总体的我们做单方向才是多头方向。满足任何一个条件，而另一个条件不满足，就视为放弃啊，就是不满足做单条件嘛，应该很好理解吧？我们把这个信息也打印在屏幕上，然后我们再给它写一个收尾啊，用这个来分隔一下。这里有9个，改为9，编译一下看。看一下参数，这个回测应该都会了，就是在这选中你写的这个 MA， 然后你需要在什么交易品种上进行回测。我们这里以每日举例，然后在哪一个分钟级别，你需要获取哪一个分钟级别上的数据，我们使用 M1， 这里使用仅用开盘价，然后选择回测的开始日期，回测的结束日期，然后点击应用，然后把这个勾上，才有可视化的图形。第一个条件 magic number 就不说了，然后这个就是当前时间周期5分钟，然后当前的快线是8，慢线13，中线13，慢线21，然后大趋势的时间周期我们是看1小时。当然，后续我们如果做完回测的话，可能会是4小时，或者是日线。目前用1小时。然后大趋势的快线是8，慢线是21，
后是要显示调试信息，调试信息的颜色我们是黑色，点击开始。拉一下好看这个文字啊。大趋势方向我们刚才看了，我们目前主要看的就当前趋势，当前趋势是5分钟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个图表啊，看这里啊，不是看这里，看这里。当前趋势没有方向，做单也没有方向，当前趋势没方向，均线正在纠缠呢，没方向是正常的，我们让它运行一下。当前趋势方向做多，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肉眼看不太清啊，我们再运行一下。当前趋势方向做空，我们看一下啊，这个肉眼就很清晰的能看出啊，这3根均线快比中小，中比慢小，这就是很明显的这个空头方向。再举几个例子，这里是多，我们看一下，这里啊，这肉眼一看很明显啊，这就是多头方向。再看一个多，也很明显，这还是多头方向。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做单方向的逻辑正不正确啊？做单的逻辑就是，如果大趋势和当前趋势方向是同方向的话，比如说这里是多，这里也是多，那么我整体的做单方向就是做多，这里是没毛病的。如果大趋势是做空，但是当前趋势，哎，有时候这个会显示不出来，更新不出来。就是说，如果任何一个方向它们不一致的话，做单方向就是没有方向。我们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开仓的，还有止盈止损的，还有移动止盈的。好，视频有点长了，今天就先这样吧。等下个视频我们再继续后边的功能。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有帮助的话，还请点赞评论，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的视频内容的。好，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